Are you okay? 大概7个小时左右，然后踩了大概20个点。我下车啦，抵达了维也纳。那我现在呢，要先去旅馆放东西，然后就要开始踩景点。那我在维也纳应该只会待1-2天，然后明天就要去欧洲最美小镇，然后再去德国的国王湖，然后就要去打工换宿的地方待1个礼拜。所以维也纳我不会待太久，因为我对音乐这些东西也没有特别感兴趣，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趟旅程呢，大概就是踩点拍照，踩点拍照，就这样。维也纳好像有被评选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我来给它好好的感受一下。那这次的交通呢，我买了是1日券，24小时的，你开通之后才开始算时间，然后24小时的那一种。那它就是在中100，就是100区域内是可以无限搭乘的。那100区域内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大部分到维也纳就是游客会去的地方，包含所有的宫、所有的博物馆、所有的景点这样子。所以买那个1日券其实就很够用。如果你待久一点，当然可以买，就是多添一点的通行证这样子。那我这次住宿呢，也是找火车总站附近，所以我现在就是下车之后，大概走个10分钟就可以到了。这边货币呢是用欧元，不像之前捷克明明就在旁边而已，结果他们用这些捷克币。那这边就是用欧元就可以了。超方便耶，门口就是地铁站，推。边不行。这边呢，它也是跟就是德国这些国家很像，就是你买了票，你就可以直接上车上，然后到站了就直接按开门键，然后就可以下车。所以它也不用验票什么的，就是自由行政。那如果被抓到的话，好像也是罚1000多欧吧。所以就是还是要乖乖买票。这地板不知道为什么要故意做高凸出来的。减速带吗？这是由艺术家白水先生设计，一座与植物一起生存的家，全部都被树挡住了。实际来到白水公寓前，就看到生意盎然的植物们与建筑相互融合共生。然后现在来到这边是耶稣会教堂。也是一个拍照就走的地方。耶稣会教堂外观看起来颇为朴实，但是教堂的内部却让人跌破眼镜的华丽啊！当白马遇上宝马。这边的马车会用袋子接住马儿的粪便。这是安可钟，也是一个天文钟，然后它的指针呢是横的0到60分钟，而不是绕圈的。所以现在我看一下现在几点？2点53，是吗？对，差不多53。然后这个是 Saint Stephen 教堂，这是个大教堂。
进来这个教堂还要排队。哇！来维也纳旅游非常简单，跟着马走就对了，马走到哪，哪里就有景点。我来到了圣彼得教堂，一样进去拍一下照片就走。Are you okay？ 圣彼得教堂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皇帝利奥波多一世在维也纳的黑死病瘟疫大流行的时候发愿重建，并以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为参考进行重建的。这是黑死病纪念柱，说不定现在可能哪些国家也有 COVID-19 的纪念柱，然后可能几百年后也是一堆观光客在拍照。哦，这一个是圣米歇尔教堂，进去拍个照吧。这个教堂的正前方是芊芊博物馆，必须要让手机看一下。茜茜博物馆主要介绍茜茜公主的一生，包含她从小到大的所有事情。CC Museum， 简单来讲就是走一趟她的人生。这是皇家珍宝馆。其实就是霍夫堡家族有钱的收藏品，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专门进去参观的必要。这里就是霍夫堡，然后在霍夫堡的旁边就是维也纳民族学博物馆，这一区的点都很近，走路就可以到了。各个博物馆都在这边。在霍夫宫的正对面呢，就是自然史博物馆跟艺术史博物馆。现在要去阿尔贝蒂娜博物馆，这里除了有定期特展外，同时也有皇宫的寝室可以参观。到了，拍照走人。再来是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可惜在整修。这里号称是全欧洲最美的图书馆，的确是相当富丽堂皇啊。
现在要去市区的最后一个景点卡尔教堂。看完这个景点拍完照之后呢，先回去 check in 完休息一下，手机充个电，然后再去稍微远离市区的2-3个景点看看。这个也是蛮宏伟的。这附近观光客就少很多。哇！这个是美景宫，也是当时候国王的其中一个宫殿。美景宫是维也纳一座巴洛克式建筑的宫殿，但这宫殿并不是霍布斯堡家族的皇宫。霍布斯堡家族的皇宫是离市区有点距离的美泉宫，跟市中心的霍夫堡。我现在刚吃完饭，然后剩几个点再来踩一下。对面的这个是国会大厦，盖得超华丽的吧？然后旁边是市政府，过去看一下。在我抵达维也纳的时候，刚好是他们维也纳市政厅夏日电影节，在现场有提供很多摊贩，可以让大家吃吃喝喝，然后也有播放免费的电影可以供大家欣赏。我现在在回饭店的路上，就在前面而已，快到了。那今天呢，花了几个小时，大概7个小时左右在踩点，然后踩了大概20个点，从2-3点，然后踩一路到现在是10点半，然后路上是中途是有休息的。然后又再休息一下，手机充饱电了，然后再出门这样子。因为之后不会再来了，所以就今天把它踩完。那下次来就只是转车会在这边，不会在这边停留，所以比较累，辛苦一点。那也都只是踩点拍照，没有进去参观，因为蛮多博物馆我是真的没有兴趣的，我只去我有兴趣的博物馆。对，所以蛮累的，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到饭店了，先这样，拜拜，期待我下一支影片，拜。